大家好，我是 New Name Cow。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中文也译为搭档暗影童话。说真的，我看过很多解谜类型的游戏，其中不乏许多创意有趣的小品或大作。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过哪款游戏像是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采用这样特殊的游戏方式。不过在探讨这款游戏的特殊之处以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对于视角转移的类型游戏有一些讨论。那首先以2位或多位主角视点反复移动或执行动作构成游戏性的作品，可以创造不同于单一视点的立体营造，这一点毋庸置疑。再来是视点可以容取角色跟他的互动媒介，可以有独特的接触方式，那会有不一样的协作性，这有利于游戏采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探讨作品的剧情或它的展开方式。虽然在市场上以视角作为手法的游戏数量依然稀少，那目前的转移较多还是以一种辅助的元素参与游戏内容，而非作为玩家在游戏中主要的操作手段。但是多视角或共同协作的点子已然存在市场上许久。换句话来说，在广大的玩家群体眼中，切换视角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颖的游戏点子。但是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的制作却硬是在这款游戏上把游戏视角的概念加深了一个维度，这点实属新奇。这让游戏在反复移动的机械性上增添了许多未知且富有趣味的表现手法，还稀释了解谜游戏的枯燥这项短板。在游戏中，我们允许操作10岁的小女孩 Emma 与她在路上遇到的泰迪熊 Fenton 2位主角作为解谜的关键人物。不同的视角，你可以看到 Emma 跟 Fenton 所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又或者你可以说是不同的世界。以解谜游戏而言，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的基础建立简单明了，且按照关卡推进，难度堆叠得非常有次序，并且依照关卡出现许多新奇有趣的障碍物，其中有些是会让 Emma 跟 Fenton 尝到很多苦头的。整体的关卡算是难度适中，并且有些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出设计团队在不同维度之间转换，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手法。不过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在情节方面就让人有些疑惑，不仅情节的主要路线令人匪夷所思，像是10岁的 Emma 为什么需要闯入庄园跟一个泰迪熊合作破解谜团，还有他们尝试要解开的魔术师之子 Thomas 的失踪案也是毫无起因跟后续线索，更别提跟庄园之间有什么必然性的逻辑关系。即使关卡之间有些独特的小房间藏有剧情的只言片语，那可以补足一点难懂的问题，可是实在令人感觉没有什么连贯感，只有留下更多的疑问。另外，作品的结尾实在让人感觉到非常疑惑，怀疑是不是还有什么后续，不然以它结束的断点来看，实在是显得有些黑暗。总体来说， Tandem A Tale of Shadow 有一个良好的游戏性以及优秀的音乐跟美术画面，其中游戏的表现真让人大赞聪明以及新奇，即便它的部分过场动画显得明显的有些解析度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注重游戏剧情的玩家，这款游戏并没有给我一个很良好的剧情体验，其中不乏缺乏游戏本身剧情的立体感跟动机，中间衔接的场景与关卡的桥段也没什么明显关联，仅仅像是几个毫无关联的房间剪接在一起，而确实中游戏以 chapter、温室、厨房等等作为大宅中的区域分别。不过如果你很喜欢解谜游戏，并且不注重剧情关联的开展以及较为精简的游戏时数，还有略显黑暗阴森的美术跟音乐风格，那么这款游戏可能适合你。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しないでお送りします。